OK， 大家是私讯问我这些问题，但是OK， 好，首先我们先来更正一些先前的爆料那都是 iPhone 12相关的。第一就是 iPhone 12 Pro Carbon Fiber 的部分并不是在背板，那是在边框的部分。那这个我先前可能有一些 post 有讲出来，可是我怕可能看影片的人没有看到那些 post， 我要更正一下。再来就是 iPhone 12 5.4 寸的厚度并不是 8.1 公里，而是和其他一样的 7.4 公里。那这些更正的部分有一些是我理解错误，那有些部分是消息来源一有新消息就会跟我更正，然后希望跟大家分享。那所以希望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 iPhone 12系列目前知道更多的消息，然后上市日期啊、低容量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。那再来就是 iPad Pro 更新版又要在年底推出了吗？那我去问了几个来源，他们跟我怎么讲。然后再来新 iMac 的问题好像不少，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好，如果你喜欢这类快报的消息的话，开始前记得订阅、按下小铃铛，然后按赞跟分享。OK， 好，那么就先来讲最热门的一则啦，就是我最近收到很多私讯询问，那就是 iPad Pro 的下一代是不是要在11月份推出？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留言传出来，那更何况加上现在 iPad Air 才刚推出，就很多人开始现在在讲。然后其实因为 iPad Air 推出，让很多本来有可能倾向买 iPad Pro 的人转向去买 iPad Air。那虽然我个人而言，我还是觉得 iPad Pro 是比较划算，不管你是以价格配备，还有它里面的规格来说，我觉得都还是高一个等级。那现在这个新消息出来，其实让本来有要购买，不管是 Air 或 Pro 的人，又有更多的选择障碍，不知道现在应不应该买。对，这个我了解。好，所以我去问了2个不同的人，那这边我就直接分享他们的回应啊。第一个来源说没那么早。目前都还没有到 PVT， 最早明年春天吧。那这边要讲一下 PVT 是什么意思。那它整个英文就是 Production Validation Test。那这个就是像我们先前看到 iPhone 12测试机画面流出的部分，那些就是从 PVT 上面拍下来的。那这些 PVT 机通常在正式上市前大约2个月左右会看到。那少量的测试机会给工程师们做一些测试。那像是先前在 PVT 上面看到的120 Hz， 并不代表所有你在 PVT 上面看到的功能都会在最后量产的时候出现。那以这个消息来源的讲法是说，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看到下一代 iPad Pro 的 PVT， 所以他的分析来讲就是根本赶不上11月的上市。好，那这边另外一个消息来源的说法是这样，他说我这边接触到 iPad Pro 的线比较少，相关消息比较少吧。OK。但如果真的有的话，他应该还是会听到一些，可是他目前都没有听到，他会问问看，然后有消息再联络我。那这个是大概3-4天前的事情了。所以如果你问我怎么样的话，我还是那一句话啊，有需要就先买，虽然现在好像也买不太到。但我觉得只要是生产力相关的东西，你都是有需要，当下就需要去买。但如果你是纯娱乐的话，我觉得当然你就可以一直等下去，都没有什么差。那至于消息流出来的这个 iPad Pro 应该会是怎么样呢？那应该就是设计会有一些更改，然后萤幕会是 Mini LED。那先前 iPad Pro 和 iPad Air 的循环大致上也都是这样子，那就是新的 Air 出之后会沿用 Pro 的设计，然后 Pro 之后的下一代再做一些设计的更改。那当然我相信在晶片上面也会顺势的更新。那关于这个部分有在得到多一点消息的时候，我再回来跟大家讲。好，那再来我们讲一个这2天收到的消息就是2020的27寸的 iMac。那新年期就一直有消息传出来，就是说会有宕机啊，还有显示不稳定的问题。但大部分碰到问题的人都是用 RX 5700 XT 的那一张显示卡才会碰到。那张显示卡基本上是选配要再加上去的，大概500块美金左右。那这2天有一个观众叫做 Kirk Chan， 他联络我，那说他刚拿到了2020 iMac 27寸最低规的那一款，搭配原厂配置的 Radeon Pro 5300显卡，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。基本上就是萤幕显示出问题啊，然后宕机跳到4国语言，然后最后更夸张就是根本开机都开不了。当下看到萤幕的状况，以我经验看来，我就说，这应该就是硬体的问题。但他后来也开不了机，所以就无从得知说现在有新推出的软体更新是不是会解决这个问题。对，苹果有推出一个软体更新，但它上面写就是针对 RX 5700 ST 那一张有问题的人做了一些修正跟解决。那我当下给他的建议就是直接退掉，再买一台，因为他才刚拿到大概2-3天，所以应该是在可以退的期限内。那如果你们去买2020的 iMac 也碰到一样的状况，那我的建议就是当然更新一个最新的软体的版本，然后看看这种问题会不会再发生，然后在你可以退的期间内尽量的去测试，看这个问题会不会出来。那如果只要有稍微碰到问题的话，我就觉得期间内就把它退掉，不要想去走什么维修的流程，因为这个新机出来你也不太确定，就是说它的料件是不是很充足。那如果你
你走进维修的流程的话，真的不太知道会拖多久。那我相信很多现在买这台 Intel 末代 iMac 的人，都是真的需要使用的人。那真的需要使用，我觉得就不要再等，就是直接换一台新的。另一方面，我也觉得买新电脑就是不应该碰到这样的状况，所以也不要客气，就直接去换一台。那我觉得希望这种状况在以后苹果晶片的 Mac 出来之后会减少，因为如果从头到脚的晶片都是自己设计的话，那我像这些相容性的问题也应该比较不会碰到。那我们就祈祷以后不会这样。好，那最后我们来讲讲 iPhone 12系列的消息。那关于上市日期的部分，来源们比较一致同意的是在10月13号当天发表，然后16号预购，10月23号出货。那 John Prosser 说，目前知道的是 iPhone 12的2台准备好了。那这边讲的就是 5.4 寸跟 6.1 寸的那2台，但 Pro 方面还没有消息。可是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会一起发表，没有错。那再来就是容量还有内部配件的部分。那有人提到就是说 iOS 14里面的相关解释新 iPhone 的使用的提醒文字。那里面不再提到有内附耳机的这个用字齁，那内附这2个字被移除了。那所以先前大家所讲的不会再送耳机，那基本上也大致确认了齁。那再来就是充电器，目前知道的应该还是会送新的编织充电线，但是12不会再送充电头。那 Pro 系列的话，消息来源是说还是会送高功率的充电头。那容量部分啊，低规的2款12还是会从64GB 起跳。那说真的，连 iPad Air 他们都敢只给64GB 的话，那我觉得 iPhone 12的低规给64GB 也是蛮合理的。那可能它的定位就是给一些比较轻度使用者，不会下载太多的 App， 拍太多的照片。那另一方面呢，它又能去推它的 Apple One 的新服务。那如果你要拍很多照片，你需要更多的容量，那它给你一个 iCloud。但是同个时间，如果你看看它的 Apple One 服务，里面有 Apple Music 或者 Apple TV Plus 的话，你可以省更多的钱。然后用这样的行销方式卖给你更多的东西，然后同时间还能绑住你在更多他们生态链的服务。苹果很知道的。好，那再来 Pro 系列，据说是从 128GB 开始起跳。那这样可能让大家购买的选择就会有一些改变啊，但是当然要看看它整体的起价价格会不会向上调整。那更尤其是 Pro Max 最近有一些消息传出来说它价格会不低，有人说是在台币5万块以上。那关于这个部分，我目前还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证据或者是消息。那有的话，我会再回来跟大家讲。但说真的，我也是有点紧张，因为以现在我们所知道它的相机规格跟其他3台的差距，实在是让我蛮不能相信，如果它的价格会跟先前的起价一样。OK， 那今天的问题就是只有一个。那上次爆出的 iPhone 12 Pro Max 的相机规格，那很多人都在下面留言，就是它今年不管怎么样，就是直接上 Pro Max。OK， 那如果你认为那样的相机规格，然后配上今年 Pro Max 所有给你的东西，那你觉得它价格要不能高过多少钱，你才一定会买单？我很好奇，就是说苹果会不会在测试大家的一个顶点的标价，大概是在什么阶段？那我想听听看你们的想法，觉得超过怎样的价格，你们就一定不会买 ？OK。好，那今天的快报大致上就是这样。那如果你要更多的消息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然后按赞分享。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。